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好文哈。今天继续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今天的题目是谁在偷偷暗恋你？好，题目会一直重复循环重复，但是里面的内容跟捕捉的具体性啊和架构啊各方面都会有所不同，所以你可以重复听同一个题目后，你会越捕捉越清晰，好吗？来，这是今天的3张牌，等一下拿近看的时候。可以按下暂停哦，你要看久一点的话，可以按下暂停。好，第一张是节制牌哦。好，因为按暂停的时候中间会有符号，所以我们移到旁边看哈。好，第二张是圣杯4。好，好，第3张是金币7。好，好，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那你们都很会选了，选好的话我们就开始喽。好。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在偷偷暗恋你哈？来，我们来从抽5张牌慢慢看哈。好，好，来5张哈。第1、第2，好，第3、4，第5，移一下位置哈，因为这张牌卡比较大。好，来，先从这5张开始哈。比较漂亮，我就不压了。来，宝剑4啊，这个人哈，我觉得他其实在你他在你身边一直不断的在帮你，好，你很多的收获啊，无论是工作、朋友圈，反正他也一直在偷偷帮助你。那他把他自己的样子哦，跟他的他所出来的形象和各方面，他把他塑造成一种比较冷静哈，而且他有一点点刻意冷漠，他有一点点好像很多事情都事不关己，可是他其实在偷偷帮你。他跟你的世界的结构来说哈，他一直有在付出，哦，一直有让你有一种获得的感觉。所以我不太确定你跟他的关系。如果以工作来说的话，他其实在很多你看不到的角落或什么，他都有在偷偷帮你把一些东西收尾收得好，或是有在帮你说一些好话。也就是说，你现在的获得收获有很多，我必须坦白说，有很多都不是完全靠你自己得来的，而是他有在后面偷偷帮你一些，帮你补充，帮你添加，帮你争取。如果以工作来说，以这个逻辑来说，朋友圈的话，你可以套用这个逻辑，他可能就是有很多帮你说很多话了，或是你有一些小缺失或什么，他会帮你辩解、帮你说明、帮你找理由，这都是在你没有办法注意到的地方。然后他在你面前，他在你面前所表达出来的形象，有点像是对你蛮冷漠的，然后不会在你面前主动去让你觉得他喜欢你，或是他对你多做一些事情，或是他表现出他对你的好感，或是特别跟你好，他有刻意做到这一件事情。可是啊，奇妙的事情就在这里。当你有需要帮忙，或是有需要，反正有需要帮忙、需要支持的时候，他会去找方法，请别人或是旁敲侧击或潜移默化的方法来帮助你。很容易想办法支持你。我跟你说，他甚至会开假账号去帮你，这样有点恐怖，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会有点像是引舞者、隐形的忍者，或是隐形的各种东西、隐形的粉丝之类的去帮你。
他是这样子的人。那我觉得他在某方面来说，他觉得他没有自信啦，他觉得他配不上你，他觉得如果他太进入你的世界，或是跟你告白或什么的，他觉得他会对你的生活带来减分。嗯，他觉得他在你的生命里或生活里算是卑微的啦。哦，嗯，他其实非常非常喜欢你，其实他心里某一块是觉得他其实是可以照顾你的。哦，我觉得他以现在能量上来说，并没有觉得有上有下或大或小。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算对等的，只是他的心态上，他就是觉得没办法，因为塔牌在一个非常概念上的位置、撞的位置，一直在不断的侵蚀他的心灵，觉得他配不上你了。然后他也慢慢的相信了这一件事，所以他变成一种你周遭徘徊的幽魂，可是是一种正能量的幽魂，在不断的支持你、帮助你。我觉得这也不错啦，但是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他的突破点。那他会不会突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还是没看到他的突破点。你说他在等待吗？我也没觉得他在等待。我觉得他觉得这一个现状非常好，他能够在你附近然后我觉得以今天这个题目是在偷偷暗恋你啊。如果你去听好几次前面这个题目，会非常频繁的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去设定自己的。那这个暗恋，他就很难去把它设定成所谓的我等一下要去告白，我要再往前进一点，我的最终目标是要跟你在一起。他们其实这个节奏，他这个进程不会这么明显，大多数会保持在暗恋又在你附近出现，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状态了。好，那没关系，我们就慢慢等了，因为事情总是会有演变。那你跟他都会有自己的成长。之后就会这些都不会是完全是定数了。好，来，我来选一张，我来翻哈，因为来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更细的东西可以让我翻到。哎，每次一开始算牌喉咙就开始不好哈，平常不会。好，我选这个好了。权杖8，因为它有一个你们的关系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相处，相处融洽，然后也有一种互助气息，也有一种推力。这白话怎么说？就是他如果在你的世界里，他在你附近的话，你做很多事情都会变得非常顺。不知道是他刻意的去做呢，还是只要他在旁边，他的磁场跟好运就会被你分享去。好，这是你们两个的位置，所以我想看一下这个位置还有什么讯号。他真的蛮像你的，不能说是贵人，我觉得他蛮像你的 lucky star 出现在你附近的。看一下。哦，是就的确啦，他在你身边真的是属于一种引舞者的状态，他就偷偷的会帮助你就是有一种，你看日本有一些表演，就是有一些人就是穿全黑的衣服，然后去举那个娃娃，然后做一些那个木偶啊什么的那种表演可是真正厉害的是那些穿着黑衣服隐形的人他大概就在你身边是这样子的人，他其实一直在帮你加 buff 你的生活或什么，但他就没有要把自己凸显出来。他其实有遇到过非常多次的关键点是，他其实是可以跟你告白的，他其实是可以告诉你他喜欢你，可是他都没有做，他都把自己的心情各方面已经拉回到一个最初的跟你的关系。他知道他不想跨越，他也知道他不能跨越，他也没有信心跨越。他也没有信心跨越。那该说他是忍耐吗？可是我倒觉得这是他目前所能观察到最明智的做法。不要突破，不要跨越，跟你保持这个关系就很好。其实上个礼拜的题目也有一个跟这个很像那他们的的概念，我觉得非常相似啦。
我觉得我可以，我觉得我要修正一点点是，他也不一定是说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自信或什么，而是他们以他现在的理智来说，他们觉得这个关系已经是最好的。所以如果你去想想你身边会不会有这个人或什么，我觉得目前这题不要去想他啦哈。我大部分时间都会跟你说，不要去想他啦，不要去找出他，不要去突发，你就知道说你身边有一个 lucky star，他在你附近的时候。你都会分享到他的好能量，所以很多事情都会比较好。只要他不离开你，他也待在你身边，都是一个很好的 buff。你做很多事情都会有所助力。那如果你在工作上或生活上觉得总是有一点点顺，好，我觉得你可以保持比较感恩的心，因为具体来说，很多都是他偷偷的把它变得比较完善。这个打个比方就是，反正它会有一些收尾或开端呐、譬如说，大家要去买。可能你们家人大家要去买一个演唱会的票，他很早就知道你喜欢，然后你会想要去买，他就会去帮你找路，他会先帮你找路，先找到票之后，再来问大家说需不需要票，这样其实他都已经预先都准备好了，帮你做的完善了。不会再让你们后来紧张。大概有这个逻辑，或是他已经知道说谁生日或什么，大家要去找餐厅或什么，他知道你可能会烦恼，他知道你可能会想要去办这件事情，那他都会先做准备，先做好，然后等到你开始问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可以，其实可以都做这个，然后你就会觉得很顺、很方便，好像事情做得很快。没有，其实他事先都已经先帮你想到了，帮你开头，或是帮你收尾。他在你附近就是这种福星的状态啦。所以你不把它找出来也 OK， 你让他一直留在附近也 OK。其实这都跟你的意念没有关系，因为他就是想要待在你旁边做这个。他把他的位置跟什么都已经设定的蛮好了哈，所以我们就保持一个比较感恩的心，有一个这样子的隐形的人在旁边帮助我们就好了哈。来6了哈，OK 啦。其实他。以这个角度，以这个角色在你身边已经蛮久了，那一直在让这个关系一直在朝好的方向走。可是他有个问题跟缺点是，他只有在把这一条路弄得好走，那这条就是他跟你的关系往下持久往下走的这条路，他把它弄得比较好走，比较完善各方面，但他没有终点，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特别觉得他对你好，或是为这个关系为了未来要在一起。他没有这样想，他没有这样，他只希望能够跟你的关系能够走好就好了。他其实要的不多，他也觉得这样子就可以了，不要太。其实对他来讲，他觉得已经很多了啦。来，我再来看一下这一张。有时候内容会讲的比较抽象或者比较广泛一点，你可以仔细听出这个逻辑那我会不时做一些小节，像这一个小节就是说，他其实也是很想跟你在一起啦，但是他跟你相处久了，他发现这是已经是最好的关系，站在你旁边，但是也不要让你知道了，因为一旦让你知道的话，塔牌的能量就会跑出来了。他要预设出这一个崩坏能量、尴尬能量关系，所以他一直都用躲起来的方式在你旁边。有的时候有些能量是躲起来的，有些能量是觉得，什么讯息他都不要散发出来，他也不会告诉他的朋友，就都不要。他也不是算躲，他就是觉得不需要让你知道那我再看一下3到5了那我刚前面说他有一直故意跟你保持一个距离嘛，甚至在你面前保持比较冷淡。其实这里只是在做一个 double check， 他确实是这样子。你可能会，他让你有一个错觉啦，觉得他不喜欢你。他有在做出这个错觉，然后其实在生活上或很多事情上，你会觉得他跟你离得很远，或是你很多想事情你不会直接想到他。可是他真的默默偷偷的做了一些能对你好的事情，跟其他人，他会跟你旁边的人比较好，但是如果这跟你的话，他会让你觉得他跟你很远啦，好像隔了好几个人际关系这样。那在他的角度里，他常常没那么理智，对于你的事情发生，就是说，
他的心里总是把你放在比较优先啦。所以他有一点挣扎，他在他的朋友或是在你们的共同朋友中间，他要把它隐藏着，不是他的主意，或是他不是特别是为了要为你好而去做的选择，或是做的表达什么的，所以他有时候有点挣扎。有些事情摆在眼前，就是对你比较好，其实他只要讲出来去做，就会立即对你比较好，对你比较方便，或是帮助到你。可是他又要担心说其他人会发现他对你特别好，所以他有时候就要更聪明的去想想要怎么绕一圈才能够帮助到你，这是他的角色哈，所以也没办法，因为他一开始就设定好，绝对不能让你知道，甚至要让你不喜欢他，很特别啦。他有刻意的、很强调的要跟你拉得比较远，所以从此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真的很喜欢你了，但是他也无法面对，如果他跟你告白或什么，他对你所带来的一种他想象中的，或是他推理后的一种负分啊，就对你来讲是扣分的。反正他就是觉得他没有好到有资格跟你在一起，所以他就保持这个暗恋的状态，这是他的角度哈。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没关系啊，就让他这样子就好了哈。来，好。来，我们来翻上面，先翻下面，这次先翻下面的好了哈。哎呦，好，3张哈。好。这边有偷偷透露，其实他是一个蛮好看的人，而且蛮多人喜欢他的，他蛮好看的人。可是他确实有让自己保持着非常冷漠的样子，然后而且有点针对你。其实他这一个对你的冷漠，对一个启发点是为了要保护你啦。我是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的觉得自己不能跟你在一起，不能对你更好。但是我从我这边的逻辑，我反而觉得他已经做了非常多对你好的事情，更何况如果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应该可以做到更多。可是他心里似乎已经有一个罩门，觉得其他人都更好，其他人都能做到更好，这样。他甚至把很多能对你好的事情都去教了另外一个人来去帮你，或是引诱了另外一个人来去帮你，反正都能帮到你。对我来说，他好像费了很大的劲，都用间接的去支持你，去 support 你，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个 lucky star， 他都没有正面去这样。那他心思上为什么要这样？其实这边我没有看到，我只能看到他，我这边还没看到啦，但我只能看到他的做法上，他觉得这样子是最安全的哈。前面这样怎么翻都是这样子。那其实他有朋友发现了这一件事，但是他的朋友似乎有跟他说，其实你就直接去正面，去对他，对你就是对你好就好了，告诉他。可是他似乎没有接受，他也没有想听，他内在就已经打定主意，这个关系是最好的。然后他反而对你的感情有越来越浓厚，所以我在想，这可能只是阶段性的。他未来可能真的有越来越想要跟你告白，也不一定哦。好，因为我看到他内在的火能量，那个企图心的火并没有因此消减，反而有越来越旺的感觉。好，所以我觉得这是难以控制的啦，你很难去决定你一定能做什么或什么。只是现阶段来说，我觉得他觉得这样最好，好吧？那我们就让他觉得这样最好，不要打破他。好，我再看一下。那其实这里有好几个我都讲到了哈，像圣杯四，他不会让你知道他喜欢你哈，其实这是他所能表达出最大的善意。其实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是最大的善意，他到底为什么觉得这是对你最好的事，我不太知道。但是他的做法就是觉得这是最好的善意。那他对你还是非常有热情，
他还是非常喜欢你。这么多事情下来都没办法打击他，主要是因为他一开始，我真的觉得他对你的喜欢，确实是有资格可以跟你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是你应得的，有一个这么喜欢的人应得的。可是他却决定不要往前，这件事情我在这牌面上我也没有看到为什么，但是这个做法让我还是觉得有点觉得可惜，因为我看到的是他的能量非常足够，以谈一场恋爱或是喜欢一个人的能量，我觉得非常健全、非常强大、非常足够。毕竟他已经做了非常多其他的事情来 support 你、帮助你，这些能量都不亚于直接跟你在一起。但是他内在的敏感度就是有敏感到他不能这么接近你，不能用这样子亲密的方式来成为你关系中的一员。好，没办法，他的理智已经这样确定了，就非常难去转。尤其塔牌在他的非常强而有力去拉扯他的价值观或是他的决定的位置，已经这样设定下来，所以他心中确实是有某种恐惧，是觉得只要跟你太近，就会把一切毁坏的概念有。哦，那我们就支持他保持这样的关系啦，没关系哈。来，我们再往下看。好，好，直接翻好，因为还有很多牌，我们就直接翻。好，今天这组牌其实我不能说它能量很完整，我反而觉得它能量很错综复杂。它强啊弱的点是非常散乱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实可以证明他在你附近环绕，其实是非常紧张的、彷徨的、犹豫的，很难做出正确判断的。所以我大概知道说，如果他太靠近的时候，他会有一点失去自我的感觉。哦，很正常。有的时候，当你遇到非常喜欢的人的时候，你会很难施展出你的原本性格、原始性格。他有意识到这一点，哦，所以在他的认知里，他确确实实、扎扎实实觉得跟你保持一个最远的距离是最安全的事情，而且这一个点是他想左思右想到的最好的一个结果，所以。然后后面又加成了所谓的让你觉得他不喜欢你，让你觉得他的冷漠是针对你，所以你就很难直接连接到他其实是喜欢你的。他已经非常非常用他强大的理智去刻意做到这一件事情了。好，所以我们就不去把它挖出来了啦，因为这也许我们不去把它挖出来，不去确定是谁，不去看，不去想是对他来讲是一种慈悲。因为他已经很挣扎了，他已经很混乱了。每次要遇见你，然后又想要靠近你，又要跟你保持距离，他已经有在一个非常绵密复杂的感觉里面，还要待在你身边的话，那我们就不要把它找出来。因为我相信，如果你正面的发现他喜欢你，或是你想到是谁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会爆炸，他会更不知道要怎么待在你身边，他可能会不见。好，他现在已经用了他很大的力量在你附近了啦，所以我们就顺着自然，顺其自然，顺着他的自然就好了。好，那我只能说，他现在以搭配圣杯四，然后钱币九的状态来说，他很难去觉得除了这样子不做，还会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他很难去想到，他也不会有。哦，他现在不会，所以他现在会一直保持这个关系。因为这里牌有证明的。那比较特别的是说，他其实在你身边，他其实一直在某种感觉上挣扎，就是要不要告诉你跟不要，要不要告诉你跟不要。他其实每次遇到你都有在想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你他喜欢你或什么，然后我就不要。可是很可惜的是，每一次不要的能量都比较大。哦，主要还是因为他的理智本身就能战胜他的情绪，他本来就是理智比较大，剑啊、土能量在他的位置都很强，连一些需要靠情绪、直觉或奔放的力量、莽撞的牌，都还是在非常理智的位置抓住他，所以
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内心有非常澎湃的情感啊，可是还是因为他的理智过于强大，所以他已经设定好了。他已经设定好了，很难改了。所以通常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说，那就是一定要有特别的事件发生，才能够完全改它。可是这里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事件发生，反而是这里非常多的牌所造成的4种元素的稳定性，让我觉得这现在他跟你保持关系，意思是他尽他所能待在你身边最好的方法，以及能待在你身边最近的一种关系模式了。我想这里有在映射一件事情是，如果他太靠近你的话，你会很容易就敏感出来，从眼神或是什么，你就会发现。他也相信这件事，而且我也觉得你会发现这件事。所以，怎么翻都是同一个结论。他现在跟你已经是保持着一个最好的最远距离，好，所以我们就不要突破它。来，我们再往下翻哈。非常符合今天的题目啦，谁在偷暗恋你？暗恋的模式就是这样啊，他不是说谁将要告白了，或者新恋情已经来到身边，这一题不是这个模式，所以我们一定会捕捉到这样子的人那偏偏他又是非常非常严谨的，要让这个关系情况维持住。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连结好，看一下别的吧。你们的连结来，命运之轮它这个连结就是要看说为什么要让你们相遇那其实如果你们真的知道他如果你真的知道他喜欢你的时候，那你们的关系会成为什么样子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未来有可能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的相处情况应该会朝向什么方向进展虽然这几个都有点抓的其中有一项是抓的比较远啦，但是从这个远方，我们是可以看到说两个人关系是否有机会的。其实他一开始遇到你的时候，他其实我觉得他在第一时间就决定保持距离。他没有被任何冲动或什么影响，他一开始就已经很明确的知道跟你保持距离最好，所以在他的情感面来说，他只能偷偷的 support 你，偷偷的帮你然后又要在一种对他来讲很保密的状况。那我看一下，其实他内心对你的情感能量有一直在增加，而且他也有一直发现你的好，不断发现你的优点，他其实也有越来越喜欢你他其实有越来越喜欢，但是这里也有偷偷在讲一件事情，其实你也会喜欢这个人，这个人跟你其实爱情的价值观、爱情的能量很类似你们相处应该会很融洽。这边有在说你们彼此所想要的恋人的优点，所期待什么样子的恋人这一个模式是彼此吻合的，也就是说，他现在会喜欢你，就是因为你身上有那些特质，是他知道他会喜欢的人是应该会是有什么样的特质。可惜是你不知道，其实他身上有你喜欢的东西，这里有水能量很满，而且是多元的、丰富的所以我反而真的希望我的意念能够在空气中传给他，让他觉醒，告诉他说，就去告白，就去让你知道。因为我会觉得有点小可惜啦，因为我看到2个水能量彼此都有对方所期待的那些恋人的好，为什么不让他施展出来但是我们要回来，他觉得这是最好的距离，他绝对不会让你知道这件事情是用塔牌来定义下来的话，我觉得他心里应该有某种黑暗面，或是某种恋爱的失败感，或是他考量到某一些负面的或是非常大的缺点，他考量到，被他思考到了，所以他觉得绝对不可以靠近，因为那些事情可能会重演。他不想让这件事情再发生在你身上，而不在他身上。其实这边看到的是他自己觉得还好，但是他不想要让
一样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应该要突破啦，因为不一定会重复发生，而且他如果没有重复做以前的事情，就不会重复发生。所以我在这边觉得，我觉得他可能之前有一些很强力付出的恋爱，可是有得到不好的收获，或是被背叛，或是什么。那他目前处在一种责怪自己的状态了，他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带来坏运的人，在爱情上。其实我一开始就有看到这个讯号，他让自己常常是自己一个人好就好了，他不希望情感上面拖累其他人。他前面其实就有这个讯号，那后面开始发现了他的优点之后，然后他又被这个对自我的自卑吧拖下去之后，我就真的觉得有点可惜，因为这个人确实跟你来说，情感上或很方面都跟你蛮契合的。那只能说目前看起来你们两个会在一起的机会是有点小啦。因为牌面没有要往那里走，目前你们两个的关系不会往在一起的方向走，没有这个能量，没有这个破口，即使没有这个破口，还被挡住了。以目前来说，没有那个机会就是了，只能让他默默的暗恋你，真的。以他自己这边也没有在找出口，那从宇宙的能量跟对未来的推敲也没有画面，而且在要往未来推敲的这个路上还被挡住了。这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两个会在一起的这个未来性，现在目前是趋于零。那趋于零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人去要它发生，也没有人去找，也没有人去创造那个方向。目前看起来，你们两个现在的这个距离已经是最好最好的距离，能量已经让你们走到这一个最好的距离，最近的距离。我只是个人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对方有很多你想要的东西，也因此现在这个阶段被挡住，你发觉不了。所以我心中会有一种很强的期盼，是希望有一些大事件让他露出了马脚，让你发现了他。好，那这些大事件也有可能是你可能不会再待在他附近了，可能要出国了，或是换公司，反正就不太待在附近。也有可能是他会发生这个。我觉得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空间上的分离，会让有一个人忍不住。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是他。我觉得空间上的分离是他现在最害怕发生的事，因为他现在能跟你做的已经是他能达到的最好的距离了。所以如果空间上的分离，就表示开始往负分减分的方向走，他就有可能会按耐不住，因为他内心的水能量是澎湃的，他总是希望能够对你做好的表现的，让你觉得舒服，但是又要透过其他人。所以等到这个空间如果真的有事情要把你们两个拉开的时候，他无法对你做出这些好处，我觉得他甚至就有可能会表白了，因为他希望跟你保持联系。我没有觉得他的个性是会完全躲起来，我反而觉得他是非常强烈、理智、热情、浪漫的人。只是这一题跟现在这个阶段，他在一开始就设定好不要让你知道，所以他后来就没办法突破这个他已经设定好的结界，他也一直在打消自己想要去突破的这个冲动或意念。反正从我目前还看不到的一个角度的理智角度看他的决定，我觉得反正他已经觉得这是最好的了，那我们就支持他，最好就不要挖了。好，那这就是这一个偷偷暗恋你的人哦。原则上是蛮符合今天的题目了哈，但是我还是希望在爱情上有一些新的突破点。就这样哦，这选择1号的朋友，那很长哈，希望给你们一些未来方向感的一些想象跟选择。就这样，谢谢你来听，祝福你们。来，接下来我们来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在偷偷暗恋你？好，又是这个大题目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好，一样，我们来抽5张牌哈，来再看一下基本结构之后，我们再来看分支往下翻哈。来，第1、2，好，3、4、5、
从爱情牌出发哈，我看一下哈，我只能说他第一次跟你相遇的时候，他的感觉啊非常强烈，他甚至在第一次跟你遇见、第一次跟你谈话聊天的时候，他就已经可以跟你告白了，因为他忍不住那个悸动。那他也可以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跟你表达很清楚对你的喜欢，哦，只是他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有意识到他才刚认识你，他才刚到了你的环境、你的工作区域，或是你的学校，或是当你的同学，不知道。好，我们尽量就先不定义这个。哦，如果没那么明显，我们就先不定义这个，我就先告诉你他在你的周遭环境这样。那，他不行啦，他不行表达啦，他不行表达。然后你要说他把这感情收起来了吗？还是隐藏起来了吗？还是减弱了？我觉得他完全没有改变呢。他即使在现在还是保留着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的那一个澎湃，而且他这个感觉非常深刻，深刻到现在他看到你的时候还是很清晰的那个感觉。只是他让自己的这份感觉有点像是把它冷冻起来，然后他在你面前表现的好像不在意哦。这一组牌一开始跟1号牌有点类似，你可以去听看1号牌哈，非常类似，非常类似哈。那我必须说，他每次到你身边或是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就启动了一个休眠状态。很像是你生活里的局外人，他表现得很像局外人，事不关己。哦，不过我觉得他这里有2个原因啦。第一，你现在说，我觉得越来越像是工作环境啦。他在跟你相处或是什么时候，他很难去破坏跟你的关系，他没有办法破坏这个关系，他找不到方法，好像也不能破坏这个关系，所以他甚至让你感受到他一点点对你的喜欢，他都没有，他都把它收得非常，哎呀，他把它收得非常里面了。哦，但是他一离开你的视线，一在你背后看着你的时候，他的那一个感情的热情，什么各方面又都起来，只是他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跟你是最低线的相处方式，很淡很淡很淡，好像甚至也不那么的要成为你的朋友的那种概念，好像也不会是你的朋友，哦，是这一个非常极浓烈的暗恋的方式啦，哦，就跟今天的题目一样，谁在偷偷暗恋你这样？你说他会浮出来吗？我觉得他没有再让这个情感往上去，他没有。我就像跟我刚说的，他把它冷冻起来了哈。我仔细看，没有，他现在真的帮你保持非常淡的关系哈。来，金币8，如果是金币8的话，我必须说，他确实还是有在偷偷跟你的关系有越来越好。可是我觉得这节奏似乎也太慢了，他的心情上、向往上，他对你的期待，其实他有在期待有跟你越来越好，只是因为金币1跟金币8所在的位置完全不同，金币8所在的位置比较像是在他的最后选择，而金币1比较像是在他想要去的最完美的方向。所以如果是金币1是在最完美的方向，那他觉得现在跟你很淡很淡的关系，不是已经他所能做到最好，而是他觉得的最好。跟他有没有要让他最好没有关系，可是他心底一直有一种就是应该要更好啊，或是他觉得时间再拉长一点，应该要跟你有更多的进展。他心底有这么想，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子做，很奇妙哈。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宝剑6所定义下来，他没有办法破坏这个关系，因为他觉得他跟你还有一个更
远的关系，或是更远的目标，需要用这个关系来维持住，不能破坏，没有办法去突破，没有办法。好，来再往下看，好，看我选，用这张好了。我会故意用比较风格不一样的来凸显是不同的角度去看哈。好，我要选一下这5张，我选哪一张先来再多看一点哈。我来看这一个好了啦，因为它还有更多的声音需要出现哈。好，战车哈。一样哈，它还是一样，它需要跟你维持在，它有非常确定，你们之间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关系，还需要走得更远啦，所以不可以有互相喜欢，或是他对你的喜欢的这个表白的情愫出现，会破坏的非常多。我非常非常说，因为以这2张牌一起，无论是水路、陆路来说，这一条路更远的这一条路，或是跟他跟你要维持一个关系，还需要非常长久，无法被弄破了，无法被有任何其他的瑕疵或情愫。这里也是哈，那条路确实是还很远，还需要，我觉得，他很烦恼啦，他烦恼了，因为他每次在你身边的情愫是不一样的。好，我们以工作来说，他必须非常保有跟你工作上的他的专业跟他的理智，可是他心态上常常有给你特别待遇，或是比起对于你的严格、对你的要求、对你的期待，有比其他人再更宽松一点，所以他心态上有点挣扎。那他也需要把它收起来。那也因为这样子，这一条路上确实比较难走。都已经难走到需要战车牌跟宝剑十来定义这条路，所以以你的角度，因为你不会知道是谁，所以这边可以偷偷提醒你，尽量善待你每天接触的人，好吗？来，因为宝剑十那没有办法，他必须要把这份心收起来了因为宝剑十又讲一次2个又在对应再加成一次，所以它不会显露出来，你也找不到辛苦的是他就让他这样子保持下去。来，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来看一下钱币10是否有更深的讯号这一个你们保持的这一个平淡是否有更深的讯号需要我们理解？来。这里看好了，圣杯8，宝剑3，再一张好了，钱币5，好这边完全没有支持他需要多做什么。甚至连钱币5都出来了，除了不能突破之外，还要再更想办法的跟你保持情感上的距离。那宝剑3也说了，不可以靠近，会有事情会有所朝不好的方向走去了。那圣杯9，圣杯9算是一个比较有正面能量讯号的方向的。但是这里，我觉得他要讲的是说，他处在一个好好的欣赏你的角度，就已经是最好，就已经可以了啦。对他来说可以了啦，他也没有要更多，他也没有要，因为这张牌比较像是定义你在他眼里的样子，比较像是这样，所以只能说。你现在所能做的，除了善待其他人之外，
其实你现在都做的各方面都已经做得很好了，而且他眼睛里都已经做得很好了，也因为这些东西都很好，没有什么理由用他个人的对你的特别的感觉去破坏之外，他好像也需要保护旁边的所有人在这个关系里。好吧，这里确实是可以定义成是，这是他现在所能做到的最好，而且也是他认定的最好了。这3张都没有任何一张牌支持他要再往前突破，而且还非常认同了钱币1所存在的价值。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这已经是最好、最理想的状态，你跟他的关系的状态。每当我们要去发现可能有没有突破点或未来性，他什么，他这边都说没有。所以以他的理智上跟他的观察上，他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决定了。那以你的角度，我不认为你会知道是谁，因为这个人算高明的。那再讲一次，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善待你现在身边每天能遇到的人，因为他其实很挣扎的。他其实很挣扎，但是也有可能是当他离开了你身边，去别的地方工作或什么，那个时候他才会让你知道。但是我觉得这几率也算小，我觉得他甚至到目前为止，他会把它埋藏在心底非常久。那跟1号牌不同的是，1号牌会觉得他不够格、不够资格告诉你，但这个人不是，他是认为无论过去、现在、未来，应该说现在、未来说，这就是已经是最好跟你在一起的关系，跟你最接近的关系了。他找不到理由再去让他破坏掉，或是其他的他找不到理由。来，我们再往下看他找不到更好的诠释啦，他找不到更好的诠释。好，我们看上面的来。圣杯10，塔世界，这里有一点点契机出来了。什么契机？你们关系上可能会有一些突发性的改变你们关系的事件有可能会发生，但是这个改变并不是情绪上的，而是它很有可能是你们之间在工作上可能会有一个突发性的事情，需要你们2个非常亲密接触的共同的去解决。也就是说，你们2个去一起解决某一个问题，让你们的相处频率会非常高。那在那一个时候，你们2个的关系会有重新建立，会有重新认识，但也许会吵架、崩坏，再重新成长。那这个时候，他是要非常高度理智的完全没有情绪的是对事不对人的一个状况然后你们会有非常近的接触之后，会有一个新的门会打开。那这个门打开的走向是你们2个会有新的关系建立，所以这一件事件非常能量会非常强，它会让你们2个很有共识的觉得只有这个人能帮我，或是我只能跟这个人讨论，或是反正他就是会有一个这件事了，会把你们拉得很紧。但我没有办法说这件事情是好还是坏，但是它是偏向坏的，但是你们2个一起面对的，会把你们拉近。抽象的、笼统的就只能这么说了。事情的内容就是说，所以它会比较像在工作环境里啦。那也有可能，其实他跟你的关系本来就很近因为他前面就一直有很多就是讯息是说你们无法破坏这一个关系。那这一件事情会让你们再拉近更近、更深，接触频率、互动频率会更高的一个事情。不过好消息是，虽然这一件事情是从理性的方式让你们2个相处之后往上成长，但是成长的方向却是水能量的。表示什么？成长的是会有别的一番情愫出来，而不是只是关系上的。这是这里讲说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个状况但是以他的角度来说，他其实也没有期待到，而你的角度更是不可能。但我看到了牌面有说，
很有很大的机会，将有可能会发生一件这样子的事情，让你们两个的关系、情愫、情感有大变化，或是大进展。哦，那如果以这里来说的话，我来看看塔牌有什么别的讯息好了，好不好？我们来翻看塔牌是否有什么超乎我意料的讯息。因为我觉得我其实不是很想翻啦，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想知道事情的具体性。但是为什么我今天突然想翻？因为我觉得它似乎有一个好的讯息，里面有好的讯息，我好像可以把它挖出来看看，看看有没有了哈。因为它这个位置，就讲简单一点，它很像是一栋房子被拆掉，可是它并不是因为遇到什么天灾地震，它必须被外力拆掉，它是住在这里的人非常理智的。非常确定的，我们要把这房子拆掉，所以它这里代表的是说，这个事件的发生不一定是突如其来的，而且有可能是你们两个去选择要让这一件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以工作来说，可能是你们去选的一个案子，难度非常高，但是必须你们两个要合作，或是你们两个来做领导。无论如何，或是你们的上司选了，是一个非常准确的选择，可是要选你们两个来一起合作去。它就会有这个状况，让你们两个变得非常紧密。那如果我们换回去朋友关系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旅游，大家一起去，可能比较多人一起去的时候，但可能就只有你们两个比较熟悉内容。所以提出这个例子的人，或是大家都觉得需要你们两个一起来规划，也有可能是这种讯息，或是办一个活动，就你们会比较熟悉。反正这个塔牌所带来的事件，代表的是只有你们两个最擅长解决。所以你们两个的互动关系会提高。那我再看一下这个内容。这个牌的话放这里。好，看一下，塔牌又出了，那我们先有过，世界牌也出了。哇哦！世界牌又出一次，塔牌又出一次，我在问的是更深的细节，所以他又再出一次的话，我不觉得这两张牌还需要再讲什么，而是我们要讲的是倒吊人在这两个中间他要说什么。他要说的是这一件事情有一个非常高度的讯息是，你们两个挖掘彼此的优点的同时，是你们两个都有一个想要为对方牺牲的讯号。同时出现的时候，两个才会有那个亲密的情感出现。它这个白话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你们会比较想要为对方挺身而出，做的更多的时候，那你们两个的情愫才会出来。那这个门、这个塔的意义才会存在。在这里最前的讯号是这个，但它也有一个讯号是，当这个为彼此多做一些事情的讯号出来前。其实你们俩的关系是毫无进展的，会维持在现在的关系上。即使这一件事情被解决了，两个一起解决了或什么，可是这一个想要为对方多做一些事情或牺牲的念头，没有从来都没有出来的话，那关系就也只是解决了一件事情哦。好，所以一样回到一件，请你近期多善待你会接近的人，会有。这个，那你会累积的那个善意之后，可能会到某一个时间点，就会多想要为谁牺牲多做一点。如果你要用技巧性的话来说，近期你做很多事情都可以以一种以退为进的概念来做，似乎会有好事会发生，好吗？这边给的讯号也有这个哈。来，我们再来翻哈，往下翻。好，整理一下牌面的组合哈。来，再往下翻这里哈。好，好的。
翻2张那我让这2张来重叠来看。好，杯8哈，8。我们先抛开上面的哈，我们先来看它独立的。我必须说，他其实也时常觉得应该要跟你告白比较好，但是都是他内心的挣扎啦。因为他确实有看到一些契机点，他觉得他告白了，关系可能会更好，但是他没有把握，他内在的那个冲动、自信、勇敢能量太少哦，他也没有足够原谅自己可能要遇到被拒绝的这一个，原谅自己的能量不够多啦，所以他也没有准备好一个负面能量去应对负面能量的正能量，他在心态上也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觉得他算理智，他甚至理智到他可以分析他自己内在的情绪是否正在让他鲁莽，让他冲动。他也可以分析到自己的情绪是否正负能量都达到平衡，他能够承受这一件事情，他都一直在思考的非常仔细。那还有一件事是，他其实在你们这份关系要怎么处理，要怎么面对未来什么，他还没有得到那个其中的智慧。这再怎么说，就是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窍门去理解他对你的特别感觉啦。他没有办法诠释成一种很自然的方式。他每次接近你的时候，都会处在一种非常激动、心里非常激动、挣扎要不要跟你告白的一个混乱中。所以，他如果得到了某种智慧的时候或想法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说，他也能够看到说，你在他身边是谁，什么状况，把你当成谁就好了。工作的时候把你当成是同事，下班的时候把你当成好朋友，然后没有见到你的时候，就把你当成是生活中必须出现的人就好。他的智慧还没有对你而已哦，不是说他没智慧，是他对你而已。他的智慧还没有打开到他能够定义你在他身边用各种角度出现的时候，他的一个很好的应对方法。他还没有找到那一个中庸的方法吗？或是他还没有找到那一个怎么看待这份关系的那一个智慧跟想法跟具体的，这个很难形容。我想想要怎么白话形容，就是他现在遇到你都还不自然啦，就这样还不自然。好，那一个智慧会教他如何自然的应对你的千变万化，他那还没有办法自然，就这样，他还不够自然。好，然后他也还没有找到，也还没有那么清楚想到，如果他跟你告白之后，未来你们要往哪里走，他没有想象过。或是他有想象过，他还没有确定，所以在某方面来说，他其实现在对于什么是爱情，什么是跟一个人在一起的生活状态，他其实也拿不准。我想他可能之前的恋爱都没有很有一个属于或是接近他所想象的完美状态，他可能之前的都没有很好啦。可能常常有一些状况，他也不太到现在都还有点不太理解，所以他在这方面看起来，他像算是恋爱价值观比较没那么完整的一个人，也可以说在学习状态了。好，也可以说，我觉得太过理智了，去思考这件事情。我倒是觉得他可以奔放一点去跟你告白，他就可以体会了爱情里面的梦。可是没办法，宝剑6这边就是已经帮他递向一个规则是，只要你跟他现在的这个工作关系或朋友关系还在，就不能告诉你。他已经有点被制约了，所以后面的发展就是只能等待奇特的事件发生去破坏掉而已。毕竟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他有一个悸动跟火能量很强，他随时都有可能漏泄，或是嘣就跑出来跟你讲了，他随时都有可能啦。只是以今天整副牌看起来，土能量、风能量的拉扯跟压制，理性的这一个威力挺强的，所以水能量都没办法出现。好，水能量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勇气或是强大的浪漫
感觉让他勇往直前。现在没有哈。好，来我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的连结状态。所谓的连结状态，就来看一下说为何你们需要相遇。好，相遇之后，你们其实是谁？其实是彼此人生中什么样子的重要的角色。那第三就是，如果未来你们真的在一起的时候，那你们的状态会是如何呢？比较多争吵吗？还是更加的契合？或是更有梦想之类的？我们来帮你翻一下，看看他怎么走。好，刚留个位置，来，我用这个翻。好，前段8。只能说现在看起来是，其实你们相遇似乎有要让其中一个人有人生中重大的改变哦。可是他并没有说一定是谁，只能说你们的相遇确实是有人生中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而且这个改变非常之大。可能会把他原本的生活价值观都有所改变，可是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到那个点呢，所以这让我更好奇这一个特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后面会有什么改变？因为这边确实有说后面有一个特别事情发生，让你们两个更近的时候，有一个新的门会打开。确实也说，确实是会往比较情感那一面去，所以以我们刚刚这边的推下来，就是说。他可能会因为你的出现改变了他对于爱情的价值观，或是让他学习了什么才叫做真正爱情，或是他才会第一次开始体会到什么这是爱情里面的爱的感觉。你们的相遇是有一份任务的，只是现在好像都还没有开始，这任务事务都还没开始哦，或是才刚开始，都还没有到重点哦。看一下这个，好啦，也是这个也是在说，不知道是他跟你告白前还是告白后，对他来说，其实人生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确定自己在爱情里是什么的，该这么说，反正白话讲就是你的出现，或是未来你跟他试着交往，我觉得这边都已经有一点未来会试着交往的讯号了，但是也没有那么一定啦。这边也有，只是说这一个人，当他看到你，他在附近出现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体会什么是爱情，他要思考什么是爱情，因为你对他来说，那个存在感太强，影响力也太大。那我不知道是前还是后，他会比较确定自己想要的爱情是什么。好，那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你们相遇来说其中一个任务了，因为这里我要看的是说你是他的谁，他是你的谁。但这边确实比较像是说你有点像是他生命中某一种价值观的导师，你会教会他一件事情，让他有很大的转变，符合上面的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2张，看一下如果你们是更近距离相处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状况。看这2张就好了哈，一样，只是他在更强化了一件事情是，他除了找到自己的价值之外，他还知道了你带给他了什么，你对他来说，在他的生命里或生活中有多重要，而且是什么样子的重要。只是啦，这些都还算是比较后面了，他到现在都还没有突破宝剑6所给他的那一个制约，那个关系不能破坏的一个，就是魔咒或什么紧箍咒，他到现在都还没办法突破。所以以目前抓来的一个时辰来说，整个时间表来说，他遇到你有强烈的感觉，然后他决定先跟你维持这个关系，只能说是这一条故事线的初期而已，才刚开始。后面我至少就看到还有2个事情，就是第一会有一个特别的事情把你们拉近，第二，当你们2个更近
相处或是有到交往的时候，他会发现原来自己所想象的爱情世界跟他原本以为的完全不同，或是跟他以前所交往过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开始比较知道那一个细腻感跟爱情的那种绵密，或是心里的悸动，以他的理智来说，他会看得更清楚，所以也会让他更学会怎么样去爱一个人。就是那个爱跟喜欢大自然、喜欢动物的爱、博爱的爱不太一样。这个爱就是真的专属于爱情的爱，他才会开始比较感觉得到。他以前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边看到的，因为他的理智过剩，所以他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比较像是照顾别人，就是一种爱。可是他心里还没有体会到那一种拉扯。那这一次他跟你一起的时候会有，只是今天这一题你的部分，我实在没有看到太多，都是你的稳定能量如何去让他这么激动，让他这么激动。好，那也蛮符合今天的题目了，就是要看谁在偷偷爱你的时候，我们要看他是他。那做个小结，这个人他很有可能会跟你表白，可是他现在确实还在一个很确定不能破坏这个关系的阶段里，所以如果要等他告白，确实有的等。但有一个好事是，你身边有一个人，其实常常注意你的需要，在某方面来说，他一直在跟你达成一种绝对的平衡。这个绝对的平衡也代表了他时常在让你的生活里不要有太多的出错，或是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会立刻出动去帮忙或什么，只是他不会让你知道，因为这边有太多理智的牌，他没有要让你知道，他藏得非常深，跟1号牌有点类似，但是质量性质有点不同。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听听看1号牌，来补充一下你看2号牌的一些漏洞或是想法。好，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那希望给你未来有某一些方向。那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来，我们接下来从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开始。今天的题目是谁在偷偷暗恋你？这个题目其实有时候有点广，因为它会抓到很多人但是通常我不会让他抓到只是对你有好感的人啦，我是会抓到他对你有心情上有些悸动的人。好，那我们一样抽5张牌来看一下整个内在的能量结构，我们再来看看更多细节。来先抽5张牌。好，再来。好，从钱币3来说，我先跟你确定他是你工作环境的人哈。这一组比较确定，或是他跟你有一些案子合作，反正他需要有一些跟金钱有关的合作啦，所以通常我会把它缩小在工作上，因为这样子形容你周遭出现的人，我觉得比较单纯，不会那么复杂。那他跟你有共同的利益收获，也就是说，你们可能共同领某一个人的薪水，领类似的薪水，在同一个公司领同一个人发的薪水，或同一个单位发的薪水，这里也有出现。那总之，他确实比较接近工作范围内的人。如果我再往外再去伸展的话，他这个人其实不太常出现在你面前，因为他的机动性很强。他在你的工作范围内的话，他其实需要常常跑来跑去。打个比方，如果你如果是要进一个公司，每天都按时进一个公司，他不是，他可能一开始工作就在外面跑，然后有的时候要回公司会让你看到，或是有些案子要讨论他要回来。是这个性质。然后他的做事，如果以你的同事或旁边的人来说，他所散发出来的个人做事风格是非常快速、有节奏、非常有效率的，但效果不知道。但是他做事是非常有效率的，节奏非常快。他甚至有可能本人讲话就很快，比较燥。这是他的特色。那这是他的优缺点吗？这边没有看到，只能说这是他的特色。他会有一种奔波感，他常常就是会感觉到他常常很忙啦。但不是坐在办公桌上面的忙，脑子很忙，而是他的行动很忙。我大概只能跟你这样说。然后他
时常在工作的时候会借机到你附近偷看你一下，因为我这边看到的他在你附近的能量都是所谓的经过，很少在你附近停留，所以他就是会借机去偷看你一下了。不过我必须说一件事情，我好像没有特别感觉到你们两个有高频率的互动，有互动有接近，但没有高频率，所以我也可以觉得，他没有让你感受到印象很深刻，也有这个哈，所以一样，我觉得你不一定能想清楚是谁，他也没有故意藏。他只是没有办法在你这边停留太久，跟你做过多的互动，也因此他有点僵化了，他有点没有去练习跟你有比较高频率互动的一个聊天技巧吗？还是他没有习惯？他没有习惯跟你有比较多的互动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主要是我觉得他出现在你附近的时间不够多啦。那以这边我特别有点看到的是，他有可能才刚开始偷偷喜欢你没多久。好，我觉得因为他这个感觉还蛮深的，生熟的深，还蛮嫩的。这个能量在你附近出现的感觉是不够厚的，没有重量的，还很淡哦，很嫩很深哦。那你跟他确实有一个距离有隔开啦，我觉得可能就是工作的性质不同。他这边有说，他真的是需要特别去看你，才有可能哦，特别。但他没有特别要出现在你面前，他都是有点偷偷看的。哦，我觉得我真的没有觉得他跟你很近距离接触的频率很高啦。哦，你再仔细看一下。其实，他似乎有帮别人转交东西给你过，看到这么细以后，因为我确实觉得这个讯号。然后他常常要替别人拿东西给你，有这个讯号反正有没有这细节不知道，反正有这个讯号我就直接讲出来哈。因为你们两个的能量一直有一种交换某种物品的感觉啦，某种物品的感觉。好，就只有这个。来，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看。我想看的是皇后牌后面背后带来的东西是什么？因为皇后牌给我感觉是说，你们两个有一个很强的连结，然后有共同分享某种收获，或是你们两个的关系的紧密，就是因为你们好像在共同维护某一件东西或保护某一件东西。这边只有抽象的想法，真抱歉，我没办法讲那么细，我只能说你们两个有被某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连着。好，我觉得这比较像是说你们有你们的工作项目、工作内容。我打个比方哦，也可能在邮局工作，你是顾柜台的，他是顾送货的，所以你们两个都会同时经手邮物哪一个货品。可是你们两个工作性质不同，他是比较激动的，你是比较静态的，大概是这样。我要讲的是这个，然后你们的老板或主管是同一个，他会发薪水给你们，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收获是雷同的，差不多的，都是从同一个能量送来的。比喻上是这样哈，其他的细节就可能要自己套用到你那边去。来，我再往下翻。那我没有觉得你们吃饭时间或什么很一致，他那边的时间表是常常在更换的，你这边是固定的。来，我再往下。好，我来看皇后牌带来的3张。咦，他这边有说，其实你们是能够互相喜欢的耶。可是现在我看起来好像是你们只有互相保持着对彼此的好感，但是我觉得这不对。
我觉得只有你对他保持着普通的好感，还是他对你来说，我怎么脑袋出现？不行，我觉得你在他眼前的感觉是非常神圣的，非常强大的吸引力的，非常令人喜悦的，也甚至是令人非常疗愈的。那他把你的存在藏在心底很深的位置，他没有在告诉别人，他其实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喜欢你。然后他每一次来见你、遇到你，对他来讲都是很快乐的事情。然后他没有在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好事。他认为偶尔来看到你或是偶尔看到你都是非常棒的礼物了。那他唯一能在这份关系做到的，就是尽量高频率的出现在你附近，让你能被他看到，而不是让你看到他，是不一样的哦。他比较主动性的想要看到你就好，他其实对你这边的渴望或期待是很低的。他也甚至觉得不希望你发现他喜欢你，或是把他当成是一个道具从他附近出现就好了，不要对他有深刻的印象。他希望他能够隐形，因为他这个往内在的那个。不过这里就一个重点啦，他没有对你有任何特别的期待，就这样，在感情上他没有好，我们再往下翻。我再看一下其他3张好了，我来看一下，看下这个好，因为我这边看到的是说你们两个其实是有一个隔阂，有一个距离，有个东西挡住，我想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来，好，战车。我没有，在这边说，其实你们两个还常接触频率不低耶，只是你们的关系被设定的非常淡，好像有特别的寒暄，或是更多的寒暄闲聊都不行，或是都多余了。但是你们确实是时常见到面，只是两个人见到面的时候，这个关系跟定义上见到，就只有到见到，没有所谓的开心见到，只有到见到而已见到彼此，所以他就变得把它设定在非常淡的关系里了。然后对他来说，其实他每次靠近你，都是需要特别去走近你，让你发现，或是特别去想办法，工作的内容能够在你附近出现，有这件事情我脑袋一直在想到的是邮局送货这样子，我就觉得他好像要去送货收货，他会故意绕到你旁边去看你一眼。然后我这边想到的画面都是这些，所以我把它诠释成在工作上，他会特别找很多机会能够去看你啦。或是有的时候可能在电视台录音的时候，你可能是在摄影棚工作的，然后他可能是在剪接室工作的，他会特别故意去。为了要去拿午餐或什么，找一些事情，如果能够接近你工作的摄影棚或是办公室，他就会去说，他会自己说，那我帮你拿，他只是想要去绕路过去看你一眼，他会有很多这种细节啦。那你说他会不会告白，或是跟你表达讯息？我觉得他现在处在一种，他心理上觉得跟你蛮远的。然后他也觉得他生活上、工作上跟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连结，所以他现在还没有想到那一层。他现在有点比较像是小孩子一样，只要能够偷偷看到你就好了。他还没有往下想说要不要追求你，要不要跟你告白，想跟你试着在一起，他还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以今天这一组来说，我觉得他出现在你附近的时间没有，我觉得他开始要去偷看你这一个情愫，没有开始了很久，但是他在跟你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公司或上班的时间已经很久了，那他只是最近才开始有这个心思跟这个心情，因为我就觉得他这个很淡很淡啦，而且他已经做的事情或是已经做的事情的变化内容也不多，所以我觉得他才刚开始对你有特别的感觉，这还算比较前期。
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哈。哎，这个先收留个位置。好，只能说这个人其实在客观的角度来说，或是以你的角度来说，这个人其实你不会注意到，即便他创造了很多出现在你附近的频率跟机会，但是你不会特别注意他，也对他没有特别的感觉。好，来，好，魔术师，世界，好，来。哦，权杖十是权杖十 ，OK。我觉得他其实有想过要跟你再更进一步，可是他没有找到方法。哦，好像你们现在的关系有很多路径都打死了。就是第一，他好像没有什么机会有理由去跟你讲话，表示你们的工作项目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二是你的工作或是你的各方面的能量都有点太强，对他来说他是无名小卒，他是一个非常小能量的人。他有一种他觉得他没有资格去跟你表达他喜欢你的讯号。那但是牌面上有说，其实他只要跟你表达，都应该会有蛮好的事情，因为你这边的回应好像也不会差。还有一件事是，这一个人好像条件也不差，他只是对自己在这一份这一件事情上面没什么信心。因为我有看到他，其实在他的工作范围、他的工作能力，他都有达到蛮好的效果，表现的也蛮好的，有别人的赞赏，或是很多人需要他帮忙。只是他跟你的这一条线连接的非常不顺，甚至没有连接起来，他都要刻意去你附近看你。所以你们的如果在同一个公司上班，你们两个的部门好像也没有特别的直接的关联，或是有关联，但是你们两个不会互相有主动的联系。所以以这一点来说，他没有找不到理由去跟你开口讲话，甚至连一个最简单的同事或什么都很难哦，都很难，距离有点太远。好，那这也难怪啦。他其实就算他常常出现在你面前，但是你也不会有任何印象，因为这个能量没有连起来。他在你面前就真的是只是个人，只是工作的人。我这边也发现你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哦。好，这表示在整个范围里，你对他非常陌生。你会知道有这个人，但是完全没有要熟悉的感觉。好，只是很可惜，他对你的感觉非常强大哈。来，我再往下看。今天的三组都有这个讯号啦，都有这个特色啦，都是对方很激动，然后我们这边很冷漠，主要都是因为对方都藏得蛮好的，没有要表现出来。来，再看3张。好，哦，看一下，看牌看牌看牌，我自己的能量都快用完了。哎，好，这3张还算大牌哈。牌子有说，其实他可以跟你告白，只是他现在还没得到这个讯号。然后他跟你告白或是表达对你的喜欢，并没有受到一个祝福，意思是说可以告白，但是还不知道好坏。哦，但是为什么说可以告白？因为牌面说你跟他的关系的这一个契机点，这个可能性，这个未来性，他必须要鼓起勇气去告白之后才会知道。那以塔罗牌这里的角度是说，我们已经给了他或给了你们最好的距离了，就只差他要不要让你知道而已。哦，嗯，
这个最好的距离跟他出现在你附近这一件事情，是经过层层严格的挑剔之后，才让你们靠得这么近。这个比较神秘主义，这比较像塔罗牌在说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两个本来能量就应该靠近了，可是一直没有靠近。那现在可能也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其他的关系，让你们比较近了，可是没有办法让你们就在一起工作或什么。所以这一个不同部门啊，或是有一点距离，这个已经是能量上给你们最好的距离了。这里在讲的这个，所以才要愚人牌出现，希望他能够有更特别的勇气，或是更多的渴望突破。他现在觉得，他现在无法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或是告白这一件事情，他需要某种勇气啦。这边讲最简单啦，某种勇气跟强烈的幻想跟欲望才能够突破。那并没有说告白之后或表白之后会不好，没有，这边都没有，这边甚至鼓励他去表达。那以你现在的角度来说，你没办法做什么，因为这边完全没有透露讯息让你知道是谁，没有连接。哦，所以你感受不到啦。哦，因为他在你附近已经变成是一个非常淡、非常淡、非常淡的人了，非常淡的元素。所以今天第三组人来说，我觉得这条故事线才刚开始而已，后面还有非常多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期待。才刚开始哈，你放心一下，这才刚开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连接部分哈。为什么我觉得我讲了很多的时间还这么慢？觉得这一题我已经有点讲到精疲力尽了，我感受到的能量其实我感受到这一题感受到的能量非常薄，非常少。我为了把它感应出来抓出来，我已经有点精疲力尽到现在哦。没关系，我继续抓一下，因为这一组真的有点怎么说，真的是你们俩的连接很淡啦，哦，一种非常阳春的关系。没有什么绵密性或什么，而且你们周遭其实我发现有蛮多人在淡化它的出现，所以你更难发现它哦。对，然后我们来看你们两个的连接状态，这两张。好，先看一下7号到7了。他其实我一直在想说，他到底到你附近多久了？我其实一直有觉得，他看到你没有很久，他对你有这个情愫没有很久，但是他在你附近已经很久了，所以我一直都找不到为什么突然开始对你有特别的感觉。我这边也没有看到，我只有这边有看到说他的生活里似乎有一些大的转变，影响了他看这个世界，影响了他去选择他的喜欢，或是影响了他去感受旁边周遭的人的一个情愫。也因为他这一个生活上可能生活有一些大的改变，让他才发现你这个人，然后果然啦，果然这一个情愫跟他开始暗恋你是最近的事情。因为即使是火能量，我觉得也很淡。他的淡不是他一开始就给很淡，而是说他好像因为别的事情他已经有点累了，其实他有点装不下爱情这一份感觉。可是因为他看到你之后，他对于爱情的这份感觉给他带来一种新的希望感，新的生命力，所以也就表示说，他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他很累，
然后你出现之后，对他来讲比较像是某种新的光芒，有点拉着他，所以我才知道说他前面的动作就是他常常去偷看你。我觉得他比较像是说去看到你，然后让他自己得到一些生命的能量或生命力。他有点依赖你的存在哦，我必须说，所以他也没有要去特别主动要去跟你告白或什么，因为他好像不需要，不需要。那我们来看一下金币流或什么。好，那这份关系他要突破变更好，我觉得目前真的没有任何连结。唯一看到最细的连结是，他对你的喜欢需要被他周遭的人发现。然后会被他周遭的人去推，或是去鼓励他，他才有可能让你知道他喜欢你。目前是连这个他身边的朋友发现都还没有发现哦，还在路上，还在，因为他这一份喜欢在他内在也没有非常浓烈，所以也没有非常外显，所以他周遭的人还没有发现。但是他周遭的人发现确实是一个推力。那我们从这里来看一下他这个人物，他开始有一些比较，我能看到他这个人。他这个人其实在他的范围里是人缘蛮好的，很多人都蛮喜欢他的。哦，好，我再看一下其他的。其实啦，如果未来你们交往或相处上，其实你们还算蛮合的啦。你们会有能互相帮忙解决彼此事情的能力，也有那个热情，然后你们会因为有试着交往之后，会一起去认识更多新的朋友，也就是说，你会去参加更多新的活动或什么，这都比较未来的。好，只是以我们今天看牌来说，这个牌讲的实在，我觉得都太后面了。但这个后面有一个好处是，也许他在暗示的是，你们还蛮有机会会在一起的，就只能等他有告白吧，有所表达吧。现在目前看起来都好淡哦，我觉得我们抓的太早了。我们甚至觉得抓到他也才刚比较高频率出现在你的生活里而已。哦，我甚至觉得他才刚开始看到你，他还在被吸引力被你给他的吸引力所困惑着、疑惑着。哦，好，第三组牌今天我觉得它就这么多了，哦，很淡。我帮你翻一下两张牌，看一下是否近期有没有什么可以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了。哦，就最多这两张牌了，不然我也好哈。好，从他的心境上来说，他每次看到你的时候，他对于幸福的向往，我刚刚就跟你说嘛，他遇到你的时候，他都有一种疗愈或是补充能量的感觉嘛。其实他每一次接近你，跟你有所互动的时候，比较淡的互动，对他来讲都是一点对于幸福向往的累积。所以我在想，不用多久之后，他一定会跟你告白的，因为他确实这个方向是有在朝一个有方向的路径上走，而且那个方向似乎有圆满结局的期待，所以他一定，我觉得这里可以说一定了，因为在这个能量是在累积，慢慢，他如果跟你接近，越来越熟悉，频率变高，讲话的内容也比较多了，或是你的回应有超乎他的期待的好了，他到某个时间点，他就会让你很明确的知道他喜欢你哦。现在确实开始有这个讯号了哈，不会再这么遥远了。那但是现在就只有宝剑一，宝剑一是什么？现在就只能维持最低线的关系，最淡的相处。他现在也没有什么能力再突破出更好的，他也没有新的 idea 可以让你更加的意向记住他。这一题就讲了，所以从宝剑一要到圣杯十这段，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半年以上。好，那你唯一能做的是什么？我觉得跟2号题我给的建议一样，唯一能做的是，请你好好的善待你每天要接触的人，好吗？尤其有些人是重复会出现的，好吗？这份善意可以推动他跟你的距离，因为他能够促使他有更多的自信来跟你告白。那
以我这边看到他这个人的特质来说，很多东西都是好的，因为我有看到他穿梭自如在人群里，而且带来的都是一些正能量，都是一些好能量。而且从他一直常常来偷看你这件事情来说，他其实是一个快乐的人，正能量蛮强的人哦。好，我目前看到就这些。好，那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哦。只能说有点小抱歉，3号牌的朋友这一组的讯号非常淡，给的非常不多。哦，然后也没有捕捉到一个，或是他的内心的热情跟火焰也还没有开始爆发出来。哦，也没有，他只在，我看一下，我觉得他也没有刻意跟你维持这个关系，也没有避开你，也没有隐藏，只是现在都还在一个非常淡的阶段，他还在一个欣喜若狂的感觉里，常常可以看到你，他还在一种游戏的状态哦。与其说他在偷偷暗恋你，不如说他在偷偷欣赏你，或是他才这个人才偷偷的开始喜欢你，差不多是这样子的讯号。好，期待一下啦。我觉得这一条路是今天3组牌唯一一个有比较明确的要往成为恋人的方向走的能量。哦，只是抓得太前面了，只好大家再期待一下吧。好，就这样哈。这选了3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未来有一些方向感哈。如果讲的有点乱，真抱歉哈。那听不懂或是听不到，你就把它丢掉哈，就接受一些你觉得比较明确的讯息就好了。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